东北的物价低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机票也只要9块钱，这谁受得了啊？那天我乱翻航线图，看到了一张只有9块钱的机票，从通辽飞往霍林郭勒，一个都没去过。于是为了占上这便宜，我就先给自己整到了通辽。通辽，好冷啊！因为这个9块钱的航班啊，得隔一天才能坐上，我们就规划说第二天先在通辽逛逛。没成想第二天不到早上4点，太阳就先给我晃醒了。拉开窗帘一看，天亮了，太阳已经比猴屁股还红了。一只鸽子落在我的窗台，和我一起俯瞰着渐变色的大地。反正也睡不着了，干脆就去吃点早点吧。据说当地人最喜欢吃的是这个抻面大骨头，面倒没什么特别的，主要是这餐厅名字叫北大，那我怎么也得捧个场。咱这个面和北大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啥太大关系，没啥太大关系。吃完饭又去逛了逛早市，看见一家卖油条的排的队最长，于是我就又坐下了，配上一碗豆腐脑，撕着烫手又酥脆的油条，再用那擦腚都拉屁股的纸擦擦手，这大概就是在东北早起的全部理由。然而搞了这么久，才早上7点钟，于是我们就直接开车越过沙漠、草原、牛羊，就来到了中国猛医药之乡库伦旗。总听人说这猛医特别神奇，我就说去看看到底有多猛，却发现啊，原来跟中医一样要把脉、看舌苔。西医说的就是有点胃肠功能混乱的。就是我就是脾胃，只是药方上是看不懂的猛文，吃个药还得分早中晚，每一顿吃的都不一样。猛医开猛药，10天以后你们再来看看这个猛药对我是不是起效。品尝了一碗荞麦面，参观了经幡飘扬的库伦3大寺，我们就回到了市区。这时候刚刚下午2点，东北的夏天仿佛拥有加倍的时间，天很高，云很淡，太阳虽毒，但却不热，只是照得人很困很困。通辽图书馆的旁边是薰衣草庄园，远处呢就是新世纪大桥，阵阵微风拂过草木，仿佛是童话中的场景。远方的云朵让我想起昨天吃那奶皮子，于是咱就直奔通辽人自己的甜品店，一整个冰柜都是各种见都没见过的奶制品，琳琅满目。我最推荐这个和米酒一样的乳清汁儿，还有奶皮子千层加了炒米的酸奶。哇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胜过一切酸奶杯，太好吃了。当我正吃着美着呢，突然就刮起了大风，现在这个都是沙子，眼睛给我等我买完牛肉干出来，又突然下太阳雨了。这片是怎么回事啊？然而就是这种奇怪的天气，把傍晚的西辽河变成了一面镜子。人们蹲在岸边提着小桶捞小鱼儿，我就沿着河岸走啊走，心思却不在捞鱼上面。你考上了清华，他考上了北大。小卖店的大喇叭喊着，孩子们坐在秋千摇晃着，篮球在少年们的手里争抢着。没抓到鱼，我就把网子送给大姐。姐姐来井里打小碗呀。好嘞，谢谢谢谢。夏天的东北真的会传染一种惬意，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得上一种名叫幸福的病。最后品尝了馋嘴鸭和蒙古馅饼，这漫长的一天就终于结束。第二天就到了我们坐9块钱航班的时候了。说着只有9块啊，但买的时候发现是老年人特价票，不过年轻人买也就60块钱，加上机械燃油也就100多。但就是这100多的票，那飞机恨不得直接就给你落在那草原上。在去草原之前啊，我们先去品尝了当地特有名一牛肉面。老板一开始还不让拍，以为我们是什么网红抹黑他呢。他说如果要帮他宣传，就得按照他的方式来。抠个玉木是吗？对，背后有个草原。对，我说好嘞。我的情歌在飞扬。不过就这个分量，家人们还用我怎么宣传吗？香就完了，吃饱饭再来大草原折腾，那我可就一身牛劲了。总之吧，这大概就是我这次的通辽之旅。真没怎么规划，也没觉得自己是在旅游，只是有一种强烈的生活感，有一种没费什么劲儿，马上就被接纳了的感觉。很多人玩梗说通辽是世界之根，的确，东北人和内蒙人都很豪迈，但那种豪迈并不只是体格雄壮，而是一种安心。他们能给人最大的安全感，就像他们的家乡给他们的一样。我认为那种人与土地永不湮灭的连接，才是这里的魅力之根。